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欧等国相继决定将冻结的俄罗斯国家资金所产生的额外收益用于乌克兰。近期，俄罗斯也展开一系列反制措施。18号，俄罗斯没收了德国最大银行的在俄资产，涉及2.386亿欧元。近期，俄罗斯司法部门首次依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家子公司的起诉作出判决，没收德意志银行及其俄罗斯子公司价值2.386亿欧元的资产，涉及有价证券、房地产和银行账户。据悉，德意志银行在俄罗斯曾拥有广泛业务，这次涉及的2.386亿欧元只是该银行在俄罗斯资产的一部分。据了解，2021年，俄气公司与德国林德公司和一家土耳其企业签署了在俄罗斯境内建设一座天然气中转设施的合同，由德意志银行为该项目提供支付担保。俄乌冲突爆发后，由于顾虑美西方对俄制裁，林德公司放弃此项目，但俄气公司已经支付的预付款也无法拿回，因此提起诉讼。与德意志银行共同提供担保的德国商业银行也因此被冻结9370万欧元的资产，包括证券和该银行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办公大楼。但实际上，俄方此举是对美西方制裁的反制。在多轮制裁中，美西方已经冻结了俄罗斯央行数千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俄方曾表示将采取所有机制和工具拿回俄罗斯的钱。有法律专家表示，央行资产属于国家主权资产，任何外国政府不得侵占。换言之，美西方侵占俄罗斯央行资产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但就在上个月23号，美国会参议院还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包含没收俄罗斯冻结资产并转移给乌克兰政府。俄罗斯现在为什么要通过这个司法裁决的方式去，没收象征性的去没收这个美欧在俄的一些资产呢？其实也是为了发出警告，特别是针对欧洲进行的警告。然后欧洲其实在走出这个所谓的把这个冻结俄罗斯资产转移给乌克兰的这个政策上面，它会有一些顾虑。另一边，当地时间5月20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审议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问题。当天安理会上，美国代表在发言中无理指责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大规模支持，以重建其国防工业基础。随后，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对此作出了回应。耿爽说，中方没有也不会像美方一样刻意的延长战事，从中渔利，有关指责完全不可接受。与此同时，耿爽在会上表示，乌克兰危机仍在延宕，大量武器弹药持续流入战场，品种和范围不断扩大，致命性和杀伤性不断上升，流失和扩散风险不断累积，令人深感担忧。武器或许可以结束战争，但带不来持久和平。冲突的起点或许各不相同，但终点都是外交谈判。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以和平为重，以人道为重，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到停火止战的外交努力上来，共同推动乌克兰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这里我要再次敦促冲突当事方展现政治意愿，相向而行，早日开启和谈，停火止战。敦促国际社会为此创造条件，提供帮助。中方愿继续为推动乌克兰问题的早日政治解决做出不懈努力，发挥建设性作用。5月20号，赖清德接棒蔡英文，宣誓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其两岸立场及政策走向受到关注。针对其就职演说所释放出的台独信号，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表示，赖清德充分暴露了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对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我们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根源在于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今天，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讲话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宣扬分裂谬论，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离；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岛内的主流民意。
台湾地区领导人罔顾民意、逆流而动，释放了谋独挑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危险信号，充分暴露了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陈斌华指出，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整国家统一的意志坚如磐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坚不可摧，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行动坚决有力。对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我们绝不容忍，绝不姑息。陈斌华表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不管岛内局势如何变化，不管谁当权，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我们将全面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毫不动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而对于美国等少数国家派员参加赖清德就职仪式，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坚持和恪守，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等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强烈谴责其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敦促美方及有关国家立即纠正错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对中方所作严肃政治承诺，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其所作所为完全背离岛内主流民意，损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必须指出，台独是死路一条，纵容支持台独，注定失败。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和外部势力干涉，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祸害，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也就台湾地区520就职仪式阐明了中方严正立场，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维护台海和平的定海神针。王毅指出，近来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政要和各界人士密集发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义之声，坚定支持中方反独促统的正义事业，再次说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任何人妄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都将以失败告终。他们每兴风作浪一次，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共识就巩固1分，对中方立场的理解支持就增进1分，这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深圳卫视注意到，在16号举行的第33届阿盟首脑理事会会议上，阿拉伯国家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写入理事会会议决议，充分显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岛内民众对赖清德明目张胆的挑衅言论大为不满，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就痛批赖清德直接又赤裸的表态，等于往台独方向靠拢，两岸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那也是有一点挑衅的意味，所以我们很担心这对两岸关系未来会造成冲击。中国国民党也召开记者会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字里行间充斥两国论，正在往独派靠拢。未来可能会比前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更独更冲。针对两岸关系，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提醒赖清德，不要用意识形态破坏现况。对两岸未来的发展，绝对不能用两手策略应该一切都是用诚意，而不是用意识形态网军侧翼。希望能够脚踏实地、诚诚恳恳善待台湾人民。岛内媒体注意到，赖清德挑衅意味十足的讲话还没结束，台股坠崖式的瞬间暴跌，一度下跌150点。国民党团书记长洪孟凯反问，是否因为赖清德演说内容不符合民众期待？他还担忧未来两岸沟通的机会恐怕越来越小。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王宏威也分析，从市场的反应来看，大家买不买单赖清德就职演说的单已经不言而喻。他还直言看不到赖清德有关和平的具体作为。在台北股市，大家期待可以从就职演说里面看到一个两岸和平的愿景，或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愿景吗？显然，台北股市的股民已经做出了一个具体的回应。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两岸关系研究院执行长潘兆民也指出，台湾内部分歧分裂趋势越来越严峻，这些都将使得赖清德审慎思考是否要调整政治路线。若继续一意孤行，很可能发生严重事态。刘国深对深圳卫视记者分析，要警惕赖清德言论背后的分离主义的立场，法理台独也是行不通的。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他在台湾内部都搞不定，他如何在两岸之间遂行他的台独分裂主张？我相信世界各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海峡两岸人民更加看得清楚，谁在破坏现状，谁在引起两岸战争，引起两岸的冲突。那么中国大陆一定按照自身的方式来规范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对台独分裂活动采取坚决的打击。深圳卫视注意到，和赖清德一同上任的还有一众独派政客。根据4月10号起赖清德陆续公布的人事任命，其中一大特色是许多人出身蔡英文系统。此外，包括多位台南帮亲信、新潮流成员所形成的赖系或南系也将取代英系。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担任台湾安全会议秘书的吴钊燮，在蔡英文任内担任外事部门负责人，是2021年11月大陆公布的首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中的一员。现任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入列2022年8月16号大陆公布的第2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且仅次于萧美琴，被排在第2位。同期公布的还有此次担任台安全单位副秘书长的林飞帆，3人都曾服务蔡英文当局，如今被赖清德留任。更令人愤慨的是，在处理214恶性撞船事件中，遭到两岸舆论强烈声讨的冷血政客管碧玲，仍将留任台湾海洋事务主管部门。观察指，赖清德的言行和现今的人事安排，显示其处心积虑地想通过历史文化等认知层面培养台独意识，全面改造岛内民众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这种软台独的行为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产生严重的阻碍和危害。还有分析指出，未来一个时期台独风险继续走高，台海形势将更趋复杂严峻。尽管赖清德正式走马上任，但仅有40%的民意支持，而且蔡英文经过8年的领导，多项重大民生经济政策跳票，留下的也是一个大烂摊子。这些都预示了赖清德未来4年的日子不会好过。尤其是民进党丢失台立法机构多数席次，让赖清德上台就跛脚，更加大了其施政的难度。520当天，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台立法机构中国国民党党团集体缺席赖清德的就职仪式。国民党团20号下午还召开会议，对21号台立法机构将表决该机构改革的相关法案进行沙盘推演。而就在3天前，台立法机构审查相关法案时引爆蓝绿大规模冲突，多人受伤挂彩。国民党方面对民进党民代的粗暴态度非常不满，并放话这将给赖清德未来的执政带来负面影响。它是一个只有40%得票率的少数。你们今天把蓝白都激怒成这样，那未来请问赖清德的预算要怎么过？在台立法机构有8席民代扮演关键少数的民众党，上周也召开记者会质疑赖清德从当选到就任空窗4个月，也未曾拜会在野党，尽显傲慢。从目前蓝白表达出的不满以及民进党沦为少数，可以预见未来台立法机构内的争斗甚至持续混战将不可避免。未来赖清德想要推重大的政策和议题，都会遇到强烈杯葛。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制衡的状态，对于台湾未来的发展而言，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假设如果赖清德的施政没有受到强力的制衡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在谋独的道路上一路的狂飙。因此，我们衷心期待台湾社会内部这样的一种强力的制衡，能够从内政的制衡延伸到对他重大施政方针的权力的制衡。除了蓝白的掣肘，赖清德还要面对前任蔡英文执政8年给自己留下的一大堆烂摊子。2016年，蔡英文520就职演说中抛出多张支票，包括将积极参与 TPP、RCEP 等多边及双边经济合作及自由贸易谈判，强化台湾社会安全网，积极推动司法改革，促成内部针对两岸关系凝聚共识，以及建立常态紧密的沟通机制，来防止误判，以有效解决争议。另外，为化解社会对立，蔡英文2017年称将邀请政党领袖坐下来谈，也始终未履行。2021年，蔡英文更进一步表示，针对当局体制和组织、地方制度、土地规划和区域发展，必须检讨调整，同样未进行。赖清德就职前一天，民众党召集数千名示威者在民进党总部大楼外抗议民进党执政8年跳票，多项改革原地踏步。抗议民众手拿在台湾名为巴勒的番石榴，抗议民进党成了只会开巴勒票及空头支票的巴勒党，未兑现包括媒体、司法等领域的改革。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现场痛批民进党当局是最大的诈骗集团，社会住宅8年20万户做不到硬拗，停电就怪小动物。蔡英文说当局听不到，人民可以大声一点或拍桌，选择走上街头，就是对8年的跳票无可奈何。民进党这8年下来的跳票，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了民进党的傲慢。台湾经济日报指出，稳定供电、能源转型以及在地缘政治、数字转型及近邻转型的环境下，如何成功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是赖清德所面对的3大经济问题。这3大经济问题没有一项不是民进党执政期间制造的，同时也没有一项是民进党当局可以轻松解决的。其中，能源问题无疑是最严重，也是让人民最有感的，都是民进党当局推出的2025非核家园这一激进错误的能源路线后，逐渐走向崩溃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民进党对核能的态度，如能沿用核能，能源转型就有所保证，电力供应也不会出现大问题。过去8年，民进党当局加速去中化，推升两岸紧张关系，也让其得以对台军以及相关政策不断上下其手。当中最受岛内社会诟病的就是强推募兵制，因为少子化已经成为台湾严重的社会问题，再加上年轻人不知为何而战，更不愿上战场为台独充当炮灰，让台军人力不足的问题持续恶化。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将所谓转型正义塞入台军，加速拆除营区内数百座蒋介石雕像，此举遭到军方抵制。香港南华早报19号刊文指出，蒋介石的传承代表两岸的深厚历史渊源，与民进党政治理念相悖。如果赖当局强力推动拆除铜像，让政治正确渗透到军队，会对台军内部造成分裂。分析认为，这背后实际上是台军方对赖清德任命外行人顾立雄担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所表达的不信任和不满，这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赖清德未来4年的执政挑战。赖清德任命了一个典型的台独分子顾立雄去担任台湾的防务部门的长官，这是违背台湾防务部门内部升迁的相应的伦理的，并且这样的一个打着所谓的文人长军的旗号，其实是要推动台湾的军队深度绿化的行为，其实会在台湾军队的内部产生强烈的反弹。从这个角度上讲，台湾的防务部门能不能做到民进党当局要求的那种所谓的以武谋独，我觉得是非常艰难的。